我负债40万，逾期2年零4个月。我是一个90后，目前单身，没老公，没孩子，同样也没有车、房子以及钱。2022年负债30几万，经历了2年的逾期，已经上升到40多万。但好在我现在已经上岸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至于我为什么要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，是因为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都在负债，所以就想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，希望那些负债的人看到我的经历，都能早日上岸。2022年的某一天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负债累累，并且还不上了。不过那时候我并没有算自己具体欠了多少，因为当一件事走向不可控的方向时，我第一时间选择了逃避。我不敢去看我的账单，不敢算我到底欠了多少，因为我害怕答案是自己不能接受的。那时候的我甚至不敢看手机，因为只要一打开手机，上面全是还款提醒，6张信用卡，3个网贷，几十万的负债。那时候几乎压垮了我。当我知道自己还不上的时候，说句不开玩笑的，我连遗书都写好了。我觉得自己没脸活着，一个30几岁的成年人，一事无成也就算了，还负债那么多，想想就觉得悲哀。至于后来我为什么没死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好妹妹和一个好朋友们。说真的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。我负债的几年，房租生活开销全部都是他们付的，我1分钱都没给。不过后来上岸以后，我请他们去做了南方小土豆，算感谢他们这么久的支持与鼓励。还不上债的前兆。言归正传，2022年6月初，那时候我做的是建筑方面的销售、电线电缆之类的，工资4500，而且刚上班1个多月。6月3号，我有某张发的信用卡要还，还款金额好像是3万多，还说4万多，我忘记了，反正最低还款1万多，好像其中之前分期了好多。6月1号的时候我很焦虑，因为再过2天就要还款了，但是身上1分钱都没有。那时候我不敢跟家人说，网贷也撸不出来。当时我焦虑到每天失眠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想到有那么多负债，都感觉浑身发冷。30多万对很多人来说是小问题，但是对我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大问题。第一，我没有学历，勉强算上过高中吧，但是高中都没毕业。第二，我没有任何技术，按我们老家话说，我没有任何手艺。说句难听点的，不走歪路子，30几万我10年都不一定能还完。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了。为了快速还债，我当时想过去夜场上班，也想过当小三，不过最后什么都没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自尊不允许我站在那让别人选，我真接受不了站在那被一群男人选来选去。后来我想了下，我可能更怕的是选不上吧，哈哈哈。至于做小三，我也做不到。首先是莫大哥，其次我当时有男朋友，而且我这人讲话直，脾气也不好，也没什么情商。一般做小三的都需要很高的情商，我肯定不行。这2个来钱快的方法行不通，我只能找别人借钱。当时问了很多人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人缘问题，最后只借到7000，还问我妹子借了5000，没算在内。不过有比总比没有好。拿了钱，我第一时间把某发的最低还款还掉。
我后来才知道最低还款利息很高，好像15000一天，所以你们一定不要学我这样。海钓一张后，那天我终于睡得住了。但是第二天醒来，面对的就是某信和某安的还款日。某安最低还款19000多，某信的是5000多。当时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眼前一黑，毫不夸张，真的是眼前一黑。当时想立刻跳楼的心都有了，因为8号的还要海某交通3000多，15号某光大3000多，23号某商7000多，还有20号的几家网贷零零散散1万多，都是以最低还款算的。如果不按最低算，那个月我大概要还10几万。说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是怎么坚持过来的。当时真的是想一死了之。听说人死了，负债就会一笔勾销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我那会真的想死。不过我当时的男朋友找到我，他当时跟我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男朋友，逾期吧，先跟银行讲，后期我们挣了钱慢慢还，我会帮你的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我问他，逾期会给家人打电话的，我害怕。那会我特别不想把我逾期的事让家人知道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混好了老家人知道那是面子，混不好还欠了那么多钱，如果让老家人知道，我会被搓脊梁骨，人家背后不知道怎么说你。但是尽管不想让家人知道，但我还是逾期了，确实还不上了。在逾期前，我把我的负债跟妹妹说了，当时她莫指责我，只是问我到底欠了多少。因为不敢跟她讲实话，所以就骗她说只欠了20几个。那会我自以为聪明，想着随便说个数字就行，但是万万没想到她要查我的账。真的，当时又是想死的一天，我连跟她讲真话都不敢。我还敢让她查我的账吗？压根不敢。所以那天我跟她吵了一架，我当时心虚得很，然后一冲动就说了一句很伤她心的话。我当时说，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以后不要管我，我就是死也不需要你来管。说完我门一关就睡了。后来据说她当时都气哭了，她说她想看我的账，并不是想知道我欠多少，而是想看我有多少本金和多少利息，方便以后协商还款。因为我这人很马大哈，对于自己的账肯定是糊涂的，这点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糊涂的。但是我当时不理解啊，我就是不敢让他知道我欠了多少。晚上，跟我们一起住的一个女孩小芳，化名，她以前是我妹的同事，后来关系好了后，我们就一起住一起生活，关系很好。小芳当时找到我，她问我，某某，咱们就不说你欠钱的事，我就问你，如果你的身上有钱，你会不会告诉他你有多少存款？我很肯定回答，当然，如果我有存款，我都给他也行。小芳，那不就是了？你都可以把钱给他，为什么现在不愿意把欠的钱告诉他？听到这句话，说真的我心动了。我当时很想什么都说，但是不行，我有我的坚持。至于我坚持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姐姐，我没有让她跟我过好日子，却让她跟我一起欠债，我很难过。也许是自尊心作祟吧，我还是没有告诉她。后来她也真的不管我了，从那以后她就不问我欠了多少钱。哈哈哈，当她真的不管我的时候，我不是开心，而是很难过，也很失望。她是我最亲的人，她怎么能放弃我呢？后来我才听小芳讲，她当时问过我妹，如果我真的还不上，她会不会帮我悬？她说会，不过当时我不知道。失望过后，想死我又不敢，那就只能利用空余时间再找个兼职。也就是找兼职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，因为在招聘网上我看到有个销售工作，
一个月收入3-5万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真的那么高工资，我是不是就可以1年就还清了？越想我越觉得开心，于是我就去面试。去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做贷款。那时候我没接触过贷款，只听给我面试的那个人说，上班时间早9晚8，中间休息3个小时，单休1个月最低1万加的工资。跟你们说一下那个公司的薪资，1个月5万业绩工资3W 左右，10W 业绩工资3W，20W 业绩工资6W 多，33W 业绩工资10W。就问你们听到这个薪资，你们心不心动？反正我当时很心动。我对自己要求不高，1个月1万多的工资就行。1个月1万多，1年就是10几万，那我2年差不多就能还完。重点是，我去上班了，可以给自己贷款啊。我不是负债30多吗？正好给自己做一个负债重整。想到这些，我真的是迫不及待地从公司离职，然后入职这家贷款公司。说真的，当时我脑子里只有那个区长跟我说的工资啥的，至于转正目标什么的，完全被我忽略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2022年6月16号入职那家贷款公司。刚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很有信心。电销嘛，无非就是打打电话，只要客户找你贷款，你就有业绩，多简单。当时面试我的那个主管说，咱们是大公司，所以最低都是10万起贷，手续费20%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找我贷款10万，就要给我2万块钱手续费。1个月开2-3个客户，我就1万多工资了。这一想，我干劲十足，信心也很十足。现在外面缺钱的人那么多，要找人贷款还不简单。真的，当时我有多自信，后来就有多打脸。上了3天的班后，我才知道，自己真的是上了鬼子的当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原因有2点。第一，上班时间早9晚8，中间休息3个小时。结果呢，早9晚10，我下班到家将近11点，每天洗漱完躺下的话都是11，将近12点，早上7点多就要起床。好，这都不算事。工资高吗？毕竟工资高这些忍忍就过去了。当时他们跟我讲做6休1，结果呢，呵呵哒，周末需要无偿加班，11点到下午4点。好，这也不算事。面试的时候说贷款很简单的，就是客户需要资金，我帮他办了，然后收取手续费就行。结果呢，找我贷款的就没有一个能贷下来的。也可以说，我接触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有贷款资格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的亲们因为银行看征信呀，我接触的那些人征信烂的一批，黑户的、逾期的、负债高的、查询多的，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也是在那里上班我才知道，有的人征信打出来真的可以像一本书一样厚。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但是怎么办呢？我的负债不允许我离职，所以我就只能继续做下去。但做得越久，我越绝望，因为这个工作真的太难了，每天都要打200个电话，还要约3个客户上门，是真的很难约。嘴巴都说干了，他们都不上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被骗怕了。征信不好又缺钱的客户，几乎每天都要接到很多贷款电话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他们有些人比我这个做贷款的人都专业，所以你想约那些客户上门，真的很难很难。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人明明贷不出来，为什么还要约上门吗？哈哈哈，肯定有些小伙伴不知道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很多贷款公司做的都是转介绍。至于什么是转介绍，各位宝子们可以自己搜一下，这里我就不细说了。反正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很痛苦，要打很多电话，要找很多理由和借口约客户上门。不过虽然工作很艰难，
但我每个月上门量和电话量都是公司前10，因为我负债高嘛，所以别人一天约2个客户，我一天约3、4个。别人一天打150个电话，我一天打200多。反正做什么都比别人快，也比别人努力。但是呢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因为我6月压根没开单，不止6月没开单，就连7月也没开单。连续1个多月没开单，彻底让我失去信心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是不是我不合适做这份工作？是不是我要换一份工作？我很迷茫，也很自卑。跟我一起进公司的同事每个人都开单了，就我一单没有。说真的，我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哭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一天下班出了地铁时已经晚上10点多，而且外面还下着大雨，没有伞，我只能淋着雨回家。地铁距离我家大概10几分钟路程，我淋着雨一边哭一边走。那时候我在想啊，我不就是做错了一件事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是不是真的要把我逼死？很可惜，回答我的只有更大的雨。转机是在8月，一个客户给了我希望。我记得那个客户做工程的，是一个女老板，她张嘴就带100万。第一次接触那么大的单子，我是激动的。尽管明知道这人没有贷款资格，但是我还是开心的。大概说一下这人什么条件：外地人，小建筑公司老板，老家小产权房，公司没有纳税开票，自己名下有车，负债几10万的样子。其实这样的条件再很不好贷款，但是我还是跟他签了合同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知道他有个亲弟弟在周边城市定居，按揭买的房子，并且是主贷人，而且有5险1金。像他弟弟的条件在我们眼前就是优质客户。后来经过沟通，他把弟弟带过来了，像带人，带什么样的人，这种都是有相应的话术。弟弟来了以后，先确认是否满足贷款条件，至于这么确认，那就是拉征信。征信拉完以后，确认符合贷款需求，然后由说弟弟帮姐姐贷款。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过程，首先是了解关系，捧关系，然后再循序渐进。里面有很多东西涉及了合规问题，所以就不多说了。有小伙伴想咨询，可以在评论上线。最后的结果就是弟弟不愿意给姐姐贷款100万，但是愿意给姐姐贷款50万。当然最后连50万都没贷出来，主要原因有2个。包出的要留配偶电话和身份证资讯，他弟弟不愿意留，不用留的都是不包出额度，反正最后1毛钱没贷出来。虽然1毛钱没贷出来，但是起码有转介绍了不是。经过这次的事件，他让我看到了希望。于是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更加努力打电话约客户。我记得当时有个小伙伴曾告诉过我一句话：你只管努力，剩下的交给上天就好。也是这句话一直鼓励我到9月。9月18号，我如往常一样上班，只是到晚上快下班的时候，区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聊天。再去的时候我就知道，他想让我主动离职，因为2个多月过去了，我才开了1单，距离12万转正目标还差了很多。果然一进去他就问我手里还有什么客户吗？这话一出，当时我心都凉了，不过也就是一下，因为我相信一句话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所以我很快定下心道，还有几个23号前能转正吗？我尽量吧。其实我本来想说不能的，但是想了下，说话不能这么直接，所以就比较委婉地表示了下。反正区长当时听了那话，一副很高傲的语气道：那你来也3个月了，如果23号前还不能转正，那就只能抱歉了。明白。当时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离开他办公室。说真的，那会我离职的准备都做好了。5天签一个50万的单对我来说小问题，
但是要成一个50万的单子真的很难。当时有条件能带下来50万的人都不多。区长找我谈话的事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知道，他们都知道我要被劝退的事，所以回去的时候他们都看着我，估计想看我有没有哭吧。反正那会我是又尴尬又不好意思。其实3个月末转正的人有，但是3个月业绩累积没过3万的确实少有。回到岗位，我直系领导没有说话。当时带我的一个师傅私下给我发信息，他让我别把区长的话放在心里，他说我直系领导不会让我走的，让我安心工作。说真的，收到那个资讯我真的特别感动，因为我那一组领导和同事都很好，可以说我们组的氛围特别好，没有勾心斗角，团队都很和谐。不过感动归感动，但是我确实也在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那份工作。做贷款的人要会吹牛，但是我不会。我虽然人比较开朗，但瞎说八道这个我真的很难做到。那天晚上，我洗漱完躺在床上，一直在思考自己后面该怎么办。直到第二天去上班的路上，我还在想要不要离职，因为5天的时间真的不可能做到转正。就在我还在犹豫的时候，电梯里我遇见了那个区长，就是找我谈话的那个，当时看他就觉得讨厌，所以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做了离职的决定。于是在开完早会后，我写了离职报告。我还记得，当我把离职报告交给我的直系领导时，他当时就不高兴了。后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劝我不要离职，劝了我很久。不过那会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走，自己走总比被人家辞退要好。领导见我心意已决，他很生气，都不想跟我讲话。不过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他还是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说只要我不开你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开你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感动得不行。当时我就在想，也许我以后都不会遇见这么好的领导了。事实证明，后面确实没有再遇见这么好的领导了。收拾完东西，交接好所有东西后，我拿着自己私人物品离开公司。我记得离开的时候已经中午12点，那时候正是午休的时候。我一下去就看到领导媳妇开着车在楼下等我，他见到我直接叫我上车，说一起吃个中午饭。因为之前我们老团建，所以我认识她。那是一个东北女孩，说话很有意思，我也很喜欢她，所以我没有拒绝。上车以后没2分钟，带我的那个师傅也出来了，于是我们3个一起去吃饭。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韩餐，点完餐以后，他说他不是来劝我别走的，他只是想问问我后面的打算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负债30多万。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打算，不过我很确定一点，我应该还是会做贷款，因为在那3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确实看到有人整到钱，1个月工资5W 加，尽管那个工资是少数人拿到的，但却是我上岸的唯一希望。知道我的决定后，他说，既然你还是会选择这份工作，为什么现在要离开呢？再去磨合一家新的公司只是浪费时间，而且转正目标都是一样的。既然这样，还不如就在这干。其实他说的那些我都想过，我知道在那里做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，但是我真的很讨厌那个区长。就是有一种人，你看他就觉得讨厌。首先声明一下，不是因为他让我离职我讨厌他，而是我入职的第3天我就很反感那个区长。知道我的症结以后，他笑了，他说，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讨厌他吗？我们整个区域上百号人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的，当然他女朋友除外。随后我们吃了2个小时的饭，在那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我们尽情地蛐那个区长。果然，最好的发泄方式就是在别人背后蛐别人。2个小时吃饭的时间，我被说服了。最后我们领导为了缓解我的心情，给我3天休息时间调整状态。3天的时间很快，
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。等我去上班以后，那个区长果然不再找我，也没有跟我提过一句关于业绩的话。9月过去，迎来了10月，也是在这个月我转正了。哈哈哈，那个月好运终于降临在我身上，因为那个月我开了4单。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客户。第一个客户是一个新员工的，那时候他刚入职，不怎么会接待，所以他的客户都是我帮他去谈，因为成了以后会有分成。领导让我去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我早点转正。那个客户40来岁，河南人开厂的，要钱生意周转，但自身没有贷款条件，从银行贷不到钱，所以找到我们。他自身的条件不行，有厂，但厂里不开票不纳税，所以做不了企业贷。主要公司当时对接的贷款产品也没有企业贷这项。2，他个人名下没有资产本地房，或者以他为主贷的房子。3，因为他做生意的，所以没有五险一金。4，他也没有买过保险之类的。根据以上条件，我们家的产品没有适合他的。还有一点，他征信也不好，负债高，查询多。综合以上，他没有贷款资格。不过因为公司做的是转介绍，所以还是给他签了单。手续费 16%， 50万要付8万的手续费。签下来以后正常走流程，因为签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，在本地上班10年，五险一金都交，工资1万左右，重点征信嘎嘎好。所以在第3天还是第4天的时候，他把那个朋友带过来。经过我们不断的游说，4家银行贷出来50万。因为是跟别人的合作单，我拿到了4万的提成。也是那个客户让我重新找回自信。那一单开了后，区长对我的态度都明显变得和善了。也就是从那以后，我就变得很顺利。第2单也是一个合作客户，跟我师傅合作单全程他谈的。这里说一下，23年的3月前我都是合作客户，因为最重要的那个环节我不会。那个客户我印象不是很深，大概外地人20多岁，也没有贷款的条件。后来也是找的他朋友帮忙，贷了15万手续费，给了3万，4/6分我6，我师傅4，分到手1万多业绩。2单一开，那感觉蹭一下就上来了。没过2天我就开了第3单。第3单比较有意思，客户56岁。一个本地老大哥，也做生意也上班，上班就是当司机那种。他想要20万生意周转用。由于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就知道有其他贷款公司在跟他联系，所以在聊天的时候并没有很强迫他来我这，只是简单的和他分享利弊。我问他都56岁了，再过几年就要退休，为什么还要做生意？在家给小孩子带带孩子或者休息养老不好吗？那个大哥跟我讲，小妹儿，你不懂，我们这边的人嘛，就喜欢瞎折腾，不折腾心里不舒服的。听他这样说，我不是很能理解。不过既然人家愿意跟我讲，那我就听着。后来聊着聊着，他觉得我人还不错，就过来找我。后来面谈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具体情况。他征信情况，负债30多万，先息后本占一大部分。本地人都喜欢先息后本，因为前期还款没有压力。30多万的负债都是他55岁的时候做的。很多贷款对年龄的限制22至55岁，个别银行会适当的放宽。他之前的贷款也是贷款公司帮他做出来的。说真的，知道客户基本情况后，对这个客户我基本上手拿把掐。果然在经过我不断的游说和分析后，签了20的额度， 20% 的手续费。他贷的也是一个朋友，他朋友外地人，上班五险一金，征信贼好，一家银行就出了20万的额度，先息后本。贷款基本上分3种方式，一种是先息后本1年期，先还利息1年以后归还本金。
第二种是等额本息，可以分12期、24期、36期选，每个月还固定的额度。第三种后息后本也是1年期，本金和利息都不用选，等最后一期的时候一次性归还本金和利息，这种很少有。反正我做了那么多客户，就没有客户做下来过这种。10月份我终于转正了，哈哈哈，全公司唯一一个用4个月转正的人。那个月我拿了2万的工资，第一次拿那么多钱，我激动得不行。还款终于有望了。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工作得意情场就一定失意。很遗憾10月，我跟男朋友分手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国庆日我跟他还有他朋友一起去吃饭，经过迪奥柜台的时候看到香水，我出门习惯用香水，正好那会我香水用完了，就过去看看，结果他一声不吭直接走了。那会我也莫在意，就继续看。当时看了一瓶香水，30毫升，大概1600多，我觉得太贵就莫买。主要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负债还没还完。虽然没买，但是那个味道我真的喜欢，于是就很开心地和他分享。我说我还完以后要买一瓶，因为真的喜欢。结果他回我一句，不用香水会死吗？又不是什么必需品，为什么要买？你现在什么情况自己不清楚吗？还买这些没用的东西。说完他就走了。当时我就气炸了，我也没让他买啊，他凭什么说我？我是有负债，但是我也没让他给我还啊。恋爱快1年，他给我买东西，过年、过节、过生日全部加在一起，连3000块钱都没有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觉得谈恋爱是相互的，因为我负债没钱送他礼物，所以也不要求他给我什么。但我完完全全没想到他竟然会那样说我，下头，真的太下头了。回去以后我就分手了，这样的男朋友说出去我都嫌丢人。分手以后我更加努力工作，时间匆匆而过，一转眼就到了12月。其实11月和12月我都没怎么开单。哦，对了，有一点我忘记说了，我最讨厌的那个区长在10月份离职了，哈哈哈。2022年的10月是我的幸运月份，我把他熬走了，我可真棒。12月中旬，因为政策原因，疫情全面开放，然后我们公司大部分的人都阳了。那个月，严重的不严重的都请假回家休息了，就我和我师父没休息。那会不愿意休息有2个原因，第一是感觉自己没那么严重，第二呢，是因为休息就没有全勤，为了300块的全勤奖，我发着烧也去上班。300对负债累累的我那就是一笔巨款。就在我庆幸自己有全勤奖时，人事部的同事告诉我说，休息的人也有全勤不算请假。我人当时就傻了，于是我的大名在公司又出名了。呵呵，我当时杀人的心都有了，不过也没办法，老板决定的，我能怎么办？忍着呗。忍着2022年就过去了。那年春节假期半个月，那一年我没有回家，负债太多，不想回家丢人，而且我要存钱还债，所以就没有回去。2022年6月到2023年12月，我挣了4-5万多，好像去掉各种开销还款，大概手里还剩1-2万。虽然剩的不多，但手里确实没那么紧张了。我很开心，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，形容不上来，但真的很开心。还款有望了，我所有的转折都在2023年，那一年也是我最幸运的一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2023年我爆发了，过完年2月刚上班，假期综合症没开单，我拿了1个月的底薪。3月我做了2个房底，2个转介绍，房底做的单签，一个客户抵了20万，一个抵了30万，手续费10万。说到房底我真的要气死。简单说一下那个客户情况，
客户是40岁左右，他收入1个月1万左右，负债20万，全网贷普遍1年期等额本息比较多，还有房贷1个月悬4000左右。据他说，他是因为父亲生病欠下的钱，原本只有10多万，后来拆东墙补西墙，慢慢滚到20万，还款很有压力，而且征信也不好。像他要做银行20万贷款基本是不可能，当然转介绍除外。不过根据我跟他的沟通了解，明显能感觉到他找不到朋友帮忙。我真的很想帮他，因为我觉得他比较可怜。上班那么久，我遇见很多客户，基本都是超前消费欠下来的钱，像他这样的我第一次遇见。那时候我劝他做房抵，房抵对他来说压力最小，因为房抵先息后本1年1000，后续也可以一直续，如果有钱了也可以提前结清。他征信没有那么烂，就负债高查询多，只要他把负债清掉，征信养个1年就可以做银行贷款。我当时给他规划的征信养好以后，做一笔10万的等额本息，分60期，1个月还2300左右，然后再做一笔10万的先息后本，1个月还600，只要他不瞎搞2年就可以上岸。当时我什么都给他规划好了，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我，而且就因为20万负债想自杀。说真的，那会我特别生气，我想不通，有老婆有孩子还有房有车，这么就因为20万就想自杀，我非常不理解。那会我天天给他打电话，劝他想开点，告诉他世界很美好，不要那么极端，困难都是一时的，过去就好了。我真的把他当成自己朋友一样去关心，结果，妈的，说出来估计大家都会觉得可笑。他来我公司报警了，真他妈搞笑。他报警说我骚扰他，我那会才明白，人在特别生气的时候真的会无语。实话讲，我把资讯给出警的人时，出警的人都笑了，我字字句句都是安慰。结果他说我骚扰他，当然如果他真的这样想，我也可以不发信息，但是他报警的目的不是这个意思呀。他报警的主要目的看我是不是害怕。他说他怕我是骗子，所以才报警，如果我不害怕他才愿意做房抵。当时不止我，就连我领导都被他弄无语了。最后的最后，他还是在我再成交了，我带他去的房管局做的抵押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真的无话可说。说他谨慎聪明吧，他把自己搞得很狼狈；说他蠢吧，他还知道报警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3月我做了16万的业绩，拿了5万的工资，业绩在公司也算前10。同公司很多人因为业绩没有完成都受到体罚，唯独我躲过去了，很幸运。4月在别的城市开分公司了，我的领导被派去做门店长，而我自然而然的也跟着去了。我师父成了领导，我成了他的组员。一开始领导给我画饼说等那边稳定了就给我提升领导，哈哈哈。等到我离职我也没成领导，笑死。5月，逾期快1年了，那1年的时间里各种电话，一天几十上百个，一打开全是催收电话。不过我都没接到，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工作时间不允许带私人手机，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协商也还不了。别看我那会工资挺高的，但我属于1个月好1个月不好。像4月我就没开单，也就是经过那1年的时间，我到现在都很讨厌接电话。5月新公司开始营业，从公司调过去的人基本上默人都开单，而且开的也是大单，唯独我和另外一个男生没有开单。月底前的几天，我原本的领导跟我师父讲，如果我2个月做不到10万的业绩，就让我走人。听到这个话，我当时心都凉了，不是说自己做不做得到，而是那一刻我觉得我把大家当成很要好的朋友，结果他们给我的回馈就是同事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意识到当初领导之所以把我挽留下来，
并不是看好我，而是他手底下默人，他需要人给他消化数据。事实证明我最后真的猜对了，就是这个原因他才把我留下来的。想想真的觉得很可笑，我把同事当朋友，同事却不这样认为，想想就觉得自己好天真。5月31号，最后一天，我开了一个50万的单，回款10万，工资3万。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想法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当我真的做到的时候，领导们就洋洋得意说，看，你就需要有人逼你才能做业绩。我很无语，跟他们呢相处了快1年，他们竟然还是那么不了解我。其实我是一个需要鼓励的人，逼我只会让我有反骨。5月平安度过，6月新一轮的业绩压力又开始了。20号前，我还是没开单，笑死。然后领导们又开始说我没有用心，说我的心思不在工作上面。我当时就气炸了，说我什么都可以，唯独不可以说我没用心。于是我立刻回道，我说我怎么没用心了？没用心，我电话量和客户量能全公司前3。领导说，这些不能证明你用心，你要有效沟通客户，你打这么多电话，邀约这么多客户，他们给你带来不了创收，就是无效沟通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失去所有反驳力气。当初他们告诉我量变产生质变，现在又说这些没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，反正没有业绩，你怎么做都是错，说什么都是错。其实他们不知道不开单，我比他们更着急。那时候因为压力，我整晚睡不着觉，因为没有业绩，我每天靠喝酒吃药才能入睡。只是我不想把自己负能量一面展现出来。本来这份工作就很压抑，容易让人产生负能量，所以上班的时候我尽量保持愉快的状态，也就是我那没心没肺开心的状态，让他们认为我没用心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觉得，因为他们就这样跟我讲的。不过幸好2023年端午节前我又开单了，后面的我就不细说了。如果你们想知道详细的，咱们评论区见。一单做了100万，客户只要80万，回款16万，领导们又开心了。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给的压迫感让我进步。面对他们的欣喜，我什么话都不想说。怎么开的单我心里有数，我自己明白就行了。假期结束，我又开了2单，做了20多万业绩。那个月工资7万。1个月结束，新的1个月又开始了，业绩也开始了。那个月他们没有催我业绩的事，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不想给我压力，原来他们是想验证一下我是不是只有月底才会开单。果然，月前不管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开单，只有月底才会开单。7月，我工资3万。有时候人的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我8月工资也是3万。9月差一点，9月工资只有2万。那会我把大部分的工资都给妹子存起来，因为我负债比较高，担心后面会被冻结，所以就把钱都给她存着。2023年国庆日前，我已经存了20万，因为我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开销就比较大，那会也花了不少钱。国庆假期后，我再次爆单。10月和11月我工资7万，但是也就是在国庆假期结束，整个公司都进入一种很微妙的状态，大家好像都无心工作了。那会我意识到公司可能要倒闭，于是在2023年12月我离职了。离职的原因有2个，一是压力太大，身体出了问题，第2个是合规问题。一般市面上的贷款公司，大部分都属于灰色产业。听说2023年7月还是8月的时候，魔都有个客户找到贷款公司做抵押还是贷款，被收取了20%的手续费，听说几百万，然后这事就被爆出来，至此贷款行业受到严重打击。不过具体什么样的我不知道，我不喜欢打听这事。
离开公司以后，我就进了医院，还好问题不大，喝中药调理了半年就好了。我离开不到1个月，公司正式宣布倒闭。那时我已经逾期1年半了，不过这1年半我也存了30万，也算彻底上岸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